Hello， 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晚拍照问夸克假期有惊喜的暑期特别直播间。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文辉，很开心呢，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夸克和大家分享。当然，暑期到了啊，旅行怎么样更出片？旅行攻略怎么样抄更省心？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大家最喜欢的重磅嘉宾，和大家分享假期小妙招，共同用夸克玩转暑假。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欢迎夸克暑期玩乐大使，有请夏之光，欢迎光光。Hello 哥 ，Hello，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好久不见，请坐，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夏之光，很开心在夸克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哎，欢迎光光。这个一段时间不见，怎么又变帅了？谢谢。今天特别有那种就是斯曼男的感觉。对，主要是夏天到了嘛，这样自己也充满活力，所以有在做一些体重上的管理，包括一些发色管理。发色管理就是刚刚其实我有用我们的夸克搜了一下，我说哎，请问夸克夏之光最近在忙什么？他跟我说在录制综艺，对分享一下，就是在录制这个《国一少年之二》。一就有参加吗？对，一就有参加，所以这次又录二，是不是自己也挺开心的？是的，因为国一本来就是传承嘛，中医这个，所以我也能够传承到第二季，也是非常开心的。可以，对，然后希望自己能够通过绵薄之力再去为这个中医去做一些贡献。而且真的就是很多观众觉得特别搭，大家都说那个光光是那个天生的中医圣体，你有看到这种评论吗？就觉得你对中医，但其实说实话，是因为自己的计时的这个记忆力还可以，所以就稍微比较快一些。对，说到记忆力呢，分享一下吧，因为确实跟着国一也去到了很多城市嘛，对吧？之前有去广州，对，广州第一次录制是在广州。好吃的太多了，好热，太热了。我记得当时录制的时候，因为国一每次都很早，但是它其实就是赶上一早就是整个一白天，然后夏天白天又长，然后广州特别的热。是但是广州热有胃口好吃，胃口吧，就是应该是没什么。对，因为还有，但是的确会有看到一些很比较独特的美食，就比如说霸王花，对，霸王花是吃的吗？是的，对，它是清热解表的，对，然后那个有蝎子，然后在旁边有那个炉罐罐的，对，但是进去的时候简直就是像是人间炼狱，哇，天哪！所以你看，我觉得大家如果暑假有时间的话，还是可以去考虑广州的。虽然说很热，当然，就包括广州有长隆啊，因为之前录全员的时候也去那边，然后特别大，然后特别有意思啊。哎呀，所以你看，说到出去玩啊，那也分享一下吧。光光自己是属于这种，比如说是说走就走，还是说自己会提前做很多这个攻略的人？我比较偏向于说走就走，但是可能在路上面会做一些攻略，或者当天晚上去看一些，第二天要准备的行程，是，就不会做太提前的这个，不会太提前，不会太提前，因为有时候你的工作也是不固定的，加上可能朋友的时间也不是固定的，所以能约上就走。是，那当然，其实我们今天也准备了一个这个标签板，上面其实罗列了现在大家都特别喜欢的一些出游方式。屏幕前的各位观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选看，那光光也可以看一下你会选哪些。我可能会选听劝式旅游，听劝式，小众探索旅游，大概是这些，确实，因为像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很听劝，就是有时候可能你的想法还是，毕竟没去过嘛，对吧？得听一听这个过来人的建议。是，对，可能还有一些徒步山野吧。这个真的很推荐你。我前段时间有那个越野跑，超级爽。你去了是吗？就是20多公里，然后在那个山间跑，而且就是跑着你就只剩自己一个人了，就前后其实大家差距都很大，非常容易，对。然后很爽。手机有信号吗？有信号那还好。但是你也不会看，但是你就是会觉得你就跟那个大自然只有你自己，然后就往前跑，非常亲近。真挺好的。大家可以出去。所以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比如说像听劝的，就是喜欢看过来人经验的朋友，还是说喜欢说走就走的，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探索啊，然后户外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夸克当中找到这些攻略。而且我觉得，其实即便就是大家没有提前做攻略，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很享受那种突然的惊喜的。那如果比如说光光跟家里人出去的话，是不是会稍微做一些攻略了？如果说我
其实我不管是带家人还是带我自己，我都会去做攻略。但是点在于就是说，不会提前太久如果说我今天要定好，比如要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前几天会做好攻略啊，会订好票啊之类的，这些是会做的。对。但是太提前去做一些 plan 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被打乱，然后我又不喜欢被打乱计划，所以现在就习惯性就是说。遇到什么就做什么，对。而且就是太久了，你也没办法去答应别人这件事情。是的，对，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会主动叫我出去，因为我是一个很难叫出去的人。这样，我是一个很难叫出去的人，所以基本上都是自己先有想法，对自己先有想法，可能就会问一下身边的朋友所以，那你就用现在的人来说，你是 J 人还是 P 人？就在规划记录这方面。就这人应该是就是会做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测这个 MBTI，我也不想去测，我觉得特别麻烦，因为它就是会来回转换。对，没有必要。对，很早之前是 J，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J 还是 P 没事，甭管是 J 还是 P， 咱们今天有夸克之后，大家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特别好的旅行搭子。是的，就是可以让，比如说你要是 P 人的话，可以让夸克做你的 J 人。是的，如果你是 J 人的话，可以让夸克去烘托你的 J 人。哎，太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这一趟暑期之旅了在这一趟旅行当中，你将会见到美食、美景，咱们还会去到博物馆，还会见到很多的生物好吧？但是你得帮助大家去识别出这些目的地，全部解锁，咱们就可以帮大家找出隐藏的福利了。好不好？来，首先看一下风景题，第一张，这是西藏，对吧？是西藏哪里？西藏甘孜色达，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这个确实是大家很多人都会去到的一个地方甘孜色达。好，然后呢，很多人都说天上佛国，人间色达，就是它特别出片，而且在那边我觉得也会很震撼。是的，但我去过西藏的时候没有去到这里，但我去的是布达拉宫，那个时候是一早上去布达拉宫上面好像是礼佛，对。天色其实还没有开始亮，夜色还是笼罩着这个整个城市。但是你站在上面的时候，你感觉你跟星星是天上的星星，你是唾手可得的样子，就非常非常多的星星。你是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些比较现代化的一些城市里，你是看不到的。我在那的时候真的是让我比较震撼。我当时一抬头的时候，是满天的星星，真的是一片星河，可以说是。所以你看，现在大家回想起来，这种记忆还是会非常美好的。对，人生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片段组成的嘛。是的，大家一定要有时间的话，多出去看一看。是的，对不对？来，咱们刚刚去完了西藏，转场看一下下一个场景。这好熟啊。对啊，感觉像过年。对，一个雪乡，这是东北的特色。对啊，东北哪里？牡丹江雪乡。来看一下，这个有一年过年超火，就大家去这边专门过年。对，我说很熟。好，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牡丹江的。然后进去就是那个炕，对炕，然后就铁锅炖就开始。铁锅炖土鸡炖大鹅来了，哎呀，馋了。看下一个。这还真不知道了。对，这个有点难度。这有点难，这个有点难度。那我搜一下吧。来吧，用一下我们的夸克吧。搜一下，来看看。所以说，大家呢日常，比如说真的有机会出去玩的时候，千万别浪费。看到这些美景美山的时候，都可以随手拿出我们的夸克 AI 相机来拍照，询问一下看看它是哪里，而且还会有很多背景。这是西藏还是西藏？羊卓雍措，是西藏高原南部最大的封闭性内陆湖泊，与纳木错、马旁雍措并称西藏三大圣湖。而且它好像就被称为绿松石，4441米，4000多的海拔。真的。这过去看湖的话是需要一些这个考验，需要点体力的。来看一下，没错你看看我们这个夸克的准确性。碧玉湖很棒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是，而且确实，你看，就是我们虽然说都没去，就是我们光是解锁一张照片，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些背景。对，一点开就什么都有，包括门票，包括交通，
都会告诉你就是如何去到达这个地方，甚至它的这个门票是多少钱，交通是多少钱，一点开一搜全部都有。哎呀，太好用了。是的，所以说我们的旅行好搭子。当然刚刚解锁了3处的宝藏风景，屏幕前的各位有没有被种草呢？说完了这个风景啊，接下来这个我觉得一定是美食了。这个饿了，对不对？就是我觉得去旅游美食很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猜美食，但应该都是你的这个啊，这个臭鳜鱼，安徽臭鳜鱼，这个有多久没吃了？挺长时间了，挺久了，大概有快小1年了。但这个真的很好吃，而且吃一次你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 OK 的，我小时候虽然我觉得有臭，但是我是不 OK 的，对，包括我小时候也不爱吃榴莲，但长大之后呢，都 OK 了，就觉得很好吃，榴莲呀、臭鳜鱼都觉得很好吃啊，黄山臭鳜鱼，黄山臭鳜鱼啊，好，这个呢，铁锅炖，但它贴饼，它其实算另外一个城市的另外一个城市，它是地锅鸡，地锅鸡，哎，这不是贴饼，这不是东北？你可以拍一下，我觉得可以拍一下，拍一下。它是地锅鸡，其实我刚刚也有疑问，就是地锅鸡跟铁锅炖它有什么区别？因为铁锅炖它里面食材可能更丰富一点，就是可能有土豆啊，然后有宽粉儿，有榛蘑什么的啊。你看，对，它有点像，你看它有说沂蒙的，也有说山东的真的不一样。还真不一样，还真不是铁锅炖。你看我们这个夸克的眼神比我们都好，我们一眼看过去，我一眼看过是就是那个铁锅炖，地锅鸡，下一个上难度了，来看一下，像个肠儿哎不对，也像一个那个这好像那个小时候看海绵宝宝那个里面的一个那个痞老板，对，他叫什么来着？他那个皮肤条纹。对，这很像。我搜一下，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啊？屏幕前有人知道吗？这个是很具地方特色的美食啊。沙虫啊，沙虫，我听过啊。沙虫是一种常见的海洋食材，广泛分布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如广东、湛江等地。沙虫不仅口感独特，而且营养丰富，常用于各种美食料理中。我是知道它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对，蛋白质具有较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对，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是，好像一般这种虫子类的，好像蛋白质都很高。对，来不了。那你比如说你那个，就是他们有人吃那个，那叫吃，我吃蝎子。蝎子。我去年录节目的时候，包括今年录节目，我都吃了。哎呀，我都吃了蝎子，还有一些它那个云南对于这种虫是特别多的。是，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啊？没错，炒沙虫，然后它还可以煲汤，对煲粥，沙虫粥。广东特别喜欢煲汤，是。来吧，好，那接下来呢？刚刚我们是美食美景然后呢去到一个地方，我觉得除了打卡美食之外，光光还对哪个部分比较感兴趣？美食美景的话，我可能会喜欢了解当地的人文，对，因为在我小时候去上学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读历史。我现在每天晚上，我有时候睡觉前我都要去看历史。历史。对，当代时事或者是一些人文历史。对，有时候刷着刷着会睡着，但是每天都会去看一些。那说到这个历史，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文物奇遇记，都跟我们的历史相关，好不好？咱们进这个博物馆里逛一逛。首先，第一幅图这个是那个春晚中就有那个这个。有一个舞蹈，对，有舞蹈是这个叫《千里江山图》，是对，春晚舞蹈叫只此青绿的灵感好像就源自于这个里面，源自于我们的这个《千里江山图》，这个应该大家都很眼熟了，四羊方尊，哎呦，可以啊，这不愧每天晚上复习历史，这个很容易记嘛，四只羊方方的尊，而这个好像小的时候历史就学过，对，这图里面就摆过，四羊方尊。接下来这个上难度了这个就是我觉得你肯定不知道，大家应该也不知道。这怎么看着有点像秦始皇古墓呢？我还是用那个用这个夸克搜一下。
而且每一次看到这些，真的觉得就是我们古代人们的这个智慧好厉害啊！我有时候真的好佩服，就是以前的人们他们那种聪明才智。你知道是这个什么？对，我提前有搜了一下啊。青铜兵剑，曾侯乙青铜兵剑是吗？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哦，还真的是他。对，他这个是出土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距今约2400年前的东西了。是的，战国时期用于冰镇或者加热酒液的食用器物。其实里面就会放一些冰酒啊，或者是冰的一些水果。是所以你就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好厉害，这就是最早的大冰箱。大冰箱。对，这是最早以前的冰箱。真厉害啊！然后就是你想面对炎炎夏日，古人们也会创造出这种可以存储食材的冰箱。所以你看，有时候用我们的这个夸克一搜，就感觉又学到了很多知识。是的，一拍就可以了。对，而且这个特别适合就是去到博物馆里面，你可以带一个耳机，因为它可以语音讲解。还可以语音讲解。对，就是你走到哪儿，比如说你想拍一下，它就直接给你就说。对就好像是一个导游一样。省去导游了。对，省钱了。应酬的。对。好，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博物馆那当然，接下来逛完了这个厚重的历史，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轻盈的生物题这些都是跟你相关的这个蝴蝶蝴蝶来了，考一考你认识几种蝴蝶。首先第一种，青色的，青蝴蝶，青蝴蝶青蝴蝶是吗？这么字面意思吗？对，搜一搜吧，还是黑青相间蝶。也说不准，搜一下什么蝴蝶，看看这是什么蝴蝶。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适用于宽带青凤蝶。我来看一下对不对？还真是，好准啊！对，这个真的还挺准的。但是他都说怎么说它吧，他也没说，他就说宽带青凤蝶是一种美丽的蝴蝶，我知道，属于凤蝶科。其显著特征是翅膀上宽大的浅绿色条带，这一特征使其在众多蝴蝶中显得格外醒目。宽带青凤蝶的体型相对较大，翅膀展开时显得尤为壮观。哇，真的，而且就是这么近看，它还挺特别的，挺可爱的，挺可爱的。它那个小脚也是青色的，它眼睛好大呀。对，毛茸茸的，毛茸茸的。这是我们的宽带青凤蝶。我们来看下一个。哇，这个也挺好看的，很漂亮，长得好像蜻蜓啊。我刚刚也是这么说的。而且你看它这块粉粉的，对，像什么花？像个动物，像两只眼睛啊，这不？两只眼睛，像花，像什么花？你觉得？搜搜看，搜一下吧，还是搜一下。这个很适用于，比如说家长可以带小朋友去到外面的时候，真的看到什么的时候，就可以帮小朋友去解答玫瑰消眼蝶，它有点像玫瑰花瓣也被称为玫瑰水晶眼蝶。是它的栖息地主要是位于南美洲，具体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等地。这些地区通常具有热带雨林或湿润的森林环境，为玫瑰消眼蝶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而且这个已经就是濒临灭绝了，所以说它非常的稀有。濒临灭绝了，它很稀有，所以这个非常有这个生物探究的意义这是我们的玫瑰消眼蝶，大家可以看一下，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接下来下一个这是你的老朋友了大蓝闪蝶，大蓝闪蝶之前拍杂志的时候有用过，是，而且这个大蓝闪蝶其实在古希腊有一个特别好的寓意，它代表的就是美丽它就是在古希腊，如果用古希腊说这个大蓝闪蝶，它的那个名字的意思就叫做美丽，是很美丽，非常美丽。说到这个，当然我相信很多人现在还有在用我们当时拍的那组封面当壁纸，包括还有当头像的很多。咱们今天现场复刻一下吧，好不好？行。我们准备了一只从大洋彼岸飘过来的这个大蓝闪蝶的模型。这个吧，可以。来，我们看一下前方，摆3个动作，好不好？还记不记得当时？第1张，第2张，
第3张。哎呀，行走的花苞啊！截图，咱又有新的壁纸和头像可以用啊。好的，那刚刚我们看到了风景，看到了美食，看到了文物，再到蝴蝶，我看到了夸克一路都在陪伴着我们解锁新的知识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对吧？我觉得其实这也是现在大家可以去掌握的一种出游的新方式，是的，让我们假期我觉得不光好玩，而且也很充实。是的，是的，而且很方便。你有什么疑虑或者是想要知道的事情，一搜一点一拍就结束，就可以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对，而且它不光就是你去到那边可以搜，刚刚其实关关也说到了嘛，自己或多或少会做一些攻略，它还可以直接帮你量身打造一个你想要去的目的地的一个攻略。是吗？那就以我家乡为首吧。我想要一个这个安徽的旅行路线。行，那我问一下夸克，看一下我们作为这个本地人靠不靠谱，认不认准这个，好不好？有点紧张了。其实我也不算太本地了，因为我小时候好像前10年在合肥就一直在学习跳舞，然后就去上海跳舞，所以那我们一起去探究一下，好不好？我来直接说就可以。好，很厉害啊！帮我生成一个3天2夜的安徽旅行规划，想吃地道的美食，想要打卡必去的景点。这能行吗？我这要求有点高呀。对啊。那你直接问你身边的朋友都未必能给你拿得上来。问我就这边这个旅行社推荐你去一下。哇，你看这么多！它首先这些都是一个前景提要，就是你可以去到的一些地儿，然后之后这边就进入到正文了。你看它前面还有导序，对，它有导序，考虑什么美食，用户想吃地道美食，所以需要安排在各个景点附近的餐厅。它先是有景点完之后，在你景点旁边安排这种特色的食馆。哇，这个导序有点厉害，而且我觉得这个是直接可以打印出来，你就分享给你的朋友啊，就说你看我做了个攻略啊，这结果花了3天3夜，对，你哇，好厉害啊！而且你看它它有主题，主题，徽韵山水美食之旅。哎呀，这么个想，安徽徽韵山水，因为安徽的确是山水嘛。对，第一天是抵达黄山，对，探访山水与徽味。哎呀，天哪，这词儿整的。品尝这个徽菜代表臭鳜鱼，下午是景点打卡黄山，人均多少钱都有，人均约50块，对，还有竹荪汤，当地特色美食竹荪汤，是，然后下午去这个黄山风景区，到光明顶，对，然后日落云海，那的确是傍晚看的，然后晚餐就是享用简餐或尝黄山特色山野菜，第二天就是黄山深度游加宏村古韵，宏村的确是安徽很出名的一个徽派建筑，对，徽派建筑的一个古镇，对，里面有很多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人文古玩啊之类的东西。这是我父亲，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带我去的地方。的确是，宏村，而且是一条线。所以他规划的是很顺的。对，徽州古城也是非遗体验，然后老曹油酥饼一些咸肉蒸啊，咸肉蒸您知道吗？不知道，它是一个。其实像米粉肉，咸肉蒸跟米粉肉是同一个东西。对，蒸是那个糯米加肉蒸一下。对，就是反正。但是咸肉。对，我小时候就是叫它叫嘎嘎肉。嘎嘎肉。对，它是外面一层米粉，里面是猪肉。猪肉。对，挺好吃的，很下饭。我饿了。饿了就。必尝臭鳜鱼毛豆腐也是。徽州烧腊、糯米鸡。土鸡汤、毛豆腐，反正我爸爱吃，他喜欢下饭。但那个是真实的，就是长毛的，是吗？我有看过，没吃过。对，就是它其实就发酵而来的，上面其实对就是发酵而来的。但它有点像那种咸菜的口感。是，其实就饭吃。对，但它又不像那个腐乳那么的咸，对。所以是真的很 OK 这个攻略。非常 OK， 还有隐藏彩蛋呢，九华素斋、观音豆腐、低脂健康、消暑滑嫩，这都有。真可以这个，真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就是比如说大家真的，比如跟同学们毕业旅行，对不对？大家都互相说，哎，你来做攻略，我来做攻略，对，我来。而且就是暑假了，其实是一个让人特别期盼的一个长假，对，所以大家可以用夸克去丰富自己的假期，去规划自己的假期。是的。
所以说夸克可以是大家的旅游搭子，也可以是我们的旅游向导。是的。那就恭喜光光成功通关啊！我们的这个遇见新奇大挑战，为我们屏幕前的各位解锁了第一轮福利，1000份惊喜好礼。不光呢会有光光的亲签、定制透卡套装，还会有夸克网盘和小说的年度会员，以及现金红包、暑期宅家娱乐好礼全部备齐了。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点击右下方的抽奖卡片就可以直接参与抽奖，不用等待，马上开奖。那抽到什么呢？赶快在评论区当中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如果您中奖的话，一定要在3个工作日内把您的个人信息填好，赶快拼手速啦！也许中奖的就是你，辛苦各位，赶快参与起来吧！那旅行当中，刚刚说了这么多吃，你看，尤其刚刚我们最后这个安徽攻略都流口水了。但是光光应该是很注意这个身材管理的，所以吃这块你会很严格控制。在我以前的时候的确是严格控制，但是自从就是你习惯之后，它是一种模式，它是一种你必须要这个样子，否则你的身体会不适应它。对，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可能我每天大吃大喝，然后油腻且不去锻炼的话，会让我自己的身体会产生一种负担，我的本能会排异，所以最后就不是一种自律了，是一种我的习惯。对，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也是挺不理解，我有时候我真的是有点不太理解，说大家现在健身拍照 OK 的，非常 OK，我觉得非常非常棒。是，对，但是那个文案就是以练不欠。我也刷，很多人都这么发。我其实就有点想问，到底在欠谁啊？而且我说实话，就是反正我是有那种，就是如果我不去健身，我会没有那么舒服。是，我也会把它当成一个很开心和愉快的。对，因为它首先是分泌多巴胺，它也能够让你感受到，其实你的努力的成果就非常的立竿见影。再一点就是你习惯性，你的身体长期保持一个比较干净的一个饮食方式，一个比较对，比较干净的饮食方式，比较这个生活习惯之后，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反而的身体会有一些负荷，会觉得感觉有点油腻，有点脏脏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能把这件事情想成是，就是为了谁，或者是怎么样。对，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其实这只是因人而异，因为有些人的确是这个样子，对，就是他是被健身长期的保持一个习惯，最后他已经不是一种自律，它是一种保持习惯。那有些人他的确对他来说是非常的煎熬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对，但是的确是我在朋友圈有时候看到一些就是一些男生朋友们，就是发完之后说以练不欠。我也不知道在欠谁，因为就是反正至少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比如说今天如果有时间去健身，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对，就有时间去健身。对，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而且我觉得他主要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为了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你自己的选择，其实是没有人去强迫你的。我觉得你是要自己本身喜欢、本身爱好、本身想要去改变自己，想要去有一个别样的生活方式，这是你自己。这种大家一定要更了解自己。
健康是第一位的，健康是首位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小挑战就是跟健康相关，因为其实食材哪怕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它都过犹不及。当然，所以控制量是很重要的。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了一些大家常见的一些食材啊。那很多时候呢，大家可能都不觉得它热量很高，但其实如果你控制不住量的话，它也会对我们的身体有负担。是的，其实可能一眼看可能会觉得西瓜高，因为西瓜比较甜，但其实冬枣的糖分含量真的是非常的高。那以前大家都说什么吃一口西瓜等于吃几碗饭，但其实不是，对，西瓜真的不是，西瓜不是大家觉得那种是热量很高的，真不是，反而冬枣是。所以你觉得冬枣是热量更高的？对，冬枣热量更高。那我们来看一下啊，500克是约等于565大卡。哎呦天哪，真挺高的。你看500克西瓜才150克大卡，这差别挺大的，非常大。所以爱吃冬枣的朋友，这个还是稍微要控制。对，给大家科普一下，冬枣还是热量很高的。当然也是能吃的啊，但是就是别吃太多，对吧？解馋就行了。来看看下一个，这是带酱汁的沙拉和酱汁沙拉了。这个酱汁就是糖油混合物，所有关于糖油混合物的东西，它都是高热量的。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馄饨，它其实最主要的热量来源于它的外皮，它的碳水。那碳水其实是你的身体它本身就是需要摄取的东西，所以它其实的热量并不会高于这个糖油混合物。如果说去掉了酱汁，那它是一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膳食纤维的一个东西。哇，1400大卡，天哪，有这么高吗？对，真的很高。糖油混合物就非常高，就是炸鸡啊、炸的东西啊，它就会这样。都是我爱吃的。这个也其实不老少，但是还好，因为我觉得它是荤素搭配的。对它是整体的，它是整体的，它有时候也不能纯看以大卡来去呼应这个消耗量或者吸收量。是，那大家呢看到这些热量，其实我觉得平时时候也可以用我们的夸克来查询一下，给到大家一个适合的、健康的、合理的饮食规划。是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保证3餐好好吃饭，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屏幕前的各位啊，大家也要注意喽，保重身体，3餐合理啊，无论何种生活方式，健康是第一位的，对不对？那刚刚呢，就是我们用夸克来分享了一些健康的小知识。当然，这个除了吃，我觉得动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今天给你一天休息在家的时间，你会怎么安排？睡到自然醒然后打开窗帘，然后手冲一杯咖啡，或者是叫外卖咖啡，然后喝杯咖啡，首先是洗脸刷牙，然后就是喝咖啡，发呆。就发呆，就纯发呆，就是发呆，就是晒着太阳纯发呆，然后开始弄星星，他的一些排泄物，他的日常，然后给他弄好饭，然后我开始想一想中午吃什么，吃完饭之后下午去健身，健完身之后可能会骑车跑到北京周边的绕一圈，可能跑某些地方，或者是去练柔术。然后晚上回来可能自己调酒，或者是拼图啊，或者看看电影啊，一些之类这样子的事情。对，哎呀，这一天听起来也满满当当的。对，我不会让自己完全的闲下来，但是我不会想要去通过社交去填满自己的一天。那你会比如说你明天是休息的，你会前一天就给自己大概罗列明天要做的事情吗？那如果说健身是或者是柔术，我会提前安排一下，对。但如果说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我就不会提前安排要干任何事情。如果说突然可能起来之后发呆发着，突然脑子里灵光乍现呢，我就直接去做。那挺好的，因为我也看，就是很多人说其实发呆是很有必要的，就很多人现在其实跳过了这个阶段。就是很多人，比如说你坐地铁的时候稍微发呆，对，就那个瞬间，你其实是会让你的大脑皮层特别的松弛和休息。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逻辑，我也没去搜，但是在我的感受上是，你放下手机，放下任何自己想的东西，你就是晒晒太阳，喝咖啡发着呆，结束之后就会感觉很舒服，会感觉一天都非常的美好。很美好，是的。
那刚刚我们分享了这一天当中，其实如果说要有健身的话，会提前规划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整个这个夸克直播间也给你营造了一个这个宅家的健身房。接下来就欢迎你来到我家的健身房。好，我们一步去你家是吗？去我家，走。好嘞，带着手机去我家。好嘞，哥。哦，你家好大，在这边，你看看大不大？真的是。看我们家多亮堂，这装修风格太棒了，这真的是太棒了，好大呀！厕所在哪里？我们家没有厕所。好的，你看看，这是我们家整个首先映入眼帘的，全部都是一些小的健身器材。光光自己在家里面会放一些吗？不会，我家里不会放健身器材，我都是去健身房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些小的物件，看能不能满足大家日常的一些健身的所需。好吧，因为我觉得其实它也是个小的习惯嘛，因为可能比如说屏幕前有一些上班族，就是他可能时间只是在中午办公室那么一点点，看能不能用一些小的道具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好不好？那我们光光给大家示范示范，因为确实这个最近的健身成果太给力了，太哇塞了啊！这家伙给大家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呗啊！首先我觉得，现在首先夏天到了，就无论男生女生，对于这个肩。现在大家都很追求这个宽肩，是因为就是穿衣服好看嘛。对，有没有什么好的动作？肩膀的话，其实如果你像它有前束、中束、后束，那其实你要是不在健身房的话，最好锻炼的先是中束，因为中束它可能看起来更加撑衣服嘛。所以就比如说拿着哑铃，对我其实最常见，大家可能最常见的就是做飞鸟啊，对，然后肩膀腿稍微分开一点，跟肩膀差不多宽，或者是比肩膀稍微内收一点，然后屁股稍微翘一点，然后上身稍微往前斜一点，然后稍微仰一点头，这样子可以少让自己的这个斜方去借力然后就是往前方45度去飞，对，这样飞，哎呀。对，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因为每个人的肌肉的感受力、敏感点不一样，就比如说我的斜方可能特别容易借到力，因为小时候学舞蹈，所以它就是斜方啊，包括那个腰中束啊，很容易代偿，非常容易代偿。对，所以我练背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代偿到这儿，那可能我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提拉，但是提拉的话，它不会像飞鸟，它的那个肩的这个顶峰能够收缩的特别的极致，所以中束它就不会那么极致，但同时它对于我的这个斜方的代偿会更加的小，所以就是我平时会练这个提拉，是对，如果没有哑铃的话，就可以用矿泉水瓶去做代替。而且这个就是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因为会有人会觉得说那么重我能拿得起来吗？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小重量多次更飞鸟对也会对，就大家真的不用担心，就是比如说日常。拿小一点的重量先开始，对，慢慢养成一点点的习惯，千万不要盲目的上大重量，很容易受伤。而且现在真的就是很多人就是完全有氧，其实还是无论男生女生要做一点这种肌肉训练的。对，其实你要是不上大重量，你去拿小重量，它其实会让你的肌肉线条更加的好看。对，其实你想把肌肉练大，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大家不用去过度的紧张。如果你想让你自己的身形啊，或者让你自己的身体的这个肌肉线条看起来更加的紧实、更加的有型，你可以去用一些小重量去做一些肌肉的塑形。那说到这个身形，现在大家就是还有人说练背，对，之前我还刷到说练背防老。就他说那个头皮跟脸皮是一层皮，就你把背收紧了，然后头就拽下去了，然后脸就上去了。这个我下次去录国一的时候我就问一下，这个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真的会有人刷这个说什么练背是抗衰老，但其实是背，就是你的背打直，它就会解决你很多的颈椎问题。因为其实像现在的年轻人去看手机，很容易就低头，所以为什么颈椎会越来越不好，会觉得说脖子酸啊、脖子粗啊，甚至造成一些最后头疼啊，更加严重的事情，就是因为大家长时间的低头看手机。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机会，就看手机的时候，一定要买个支架，最好是平视，对，也千万不要是这么看歪久了，一定是最好的方式是平视，对，躺床上也不要躺着去看，对，
我每一次去那个中医按摩的时候，他都说：“哎呀，小伙子，你这那个颈椎。”大家都是因为办公的时候，比对如说电脑这样子办公，所以办公的时候可以稍微把电脑抬高一点。对，看手机也是稍微拿支架去看一下，千万不要去低头。长时间低头就会造成你的颈椎，的压力负荷过大，所以你的肌肉就会慢慢的去紧，因为你脊椎一直在往前压的话，你的肌肉它自动就会生成这个意识需要去使劲儿去帮你代偿，一直在使劲儿。对，所以你的颈椎肌肉就会感觉特别的僵硬，特别的难受。那今天我们后面好像有一个这个拉力带，它好像是可以帮我们开背的。对你开背，其实同时因为你背打直了，你的颈椎也会被牵扯到，也会稍微的立直一点。所以这个我们怎么用？就是给它往来中间拉开，拉开，然后稍微打开，过你的头，然后稍微拉开一点，然后往下拉，然后靠你的这个感觉，你的背再往里面夹，对，往里夹，对，不用打得特别大，对，就是到这儿就行，然后拿背去带动你的这个胳膊肘，然后再带动你的手，然后往里夹，对，这样子你就能感觉你的背慢慢的就是能够打直。然后你的背的这个中缝，因为它的肌肉练成了之后，它也会牵扯到你的脊椎，也会把你的脊椎慢慢的拉直。可以，学到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小道具大家可以随身带一带，还挺方便的。对，如果徒手的话，就可以这样子伸头抬高，这么伸懒腰，这样子去拉一拉。对。那大家学到了吗？当然，我们在夸克当中也可以搜索更多大家都可以输入，比如说你想解决或者想要锻炼到的部位，都会有一些这个好的动作给到各位。那还有没有什么不用到道具就可以锻炼到身体的？俯卧撑，俯卧撑可以。但是对于很多女生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其实如果说对于女生想练臀腿的话，就是徒手深蹲了对，其实就是手无所谓，你就放在这儿，然后主要是屁股要微微上翘一点，然后塌腰一点，然后往前，然后这么蹲，稍微屁股稍微过你的膝盖一点点下垂就可以了，你不用到这儿就到这儿，是，然后起来，对，到这儿，很标准，到这儿，再起来，你就这么做，然后起来的时候要用屁股使劲。对，就感觉你的屁股也在用力气，它这样子的话，可以就是翘一点。可以而且其实我觉得臀腿还是很重要的。对，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但是你不用担心你的腿，因为这样子蹲会变粗，因为你没有上重量。对，它只会让你的腿会更加的紧实，对，更加紧致。有时候紧致一点的时候，你的腿反而会看起来更加的细一些。好。那刚刚呢是我们分享的一些这个健身的小妙招。那接下来呢，我们居然来到了我家健身房你家健身房，我当然得出点难题。你家好大，又有健身房，又是，但是我们家这么大没有厕所，跟新也用尿垫，也用尿跟新一样接下来我们就来进阶一下健身，好不好？然后呢，我这边来做一个动作，然后光光来做，然后光光给我出一个题，我来做，好不好？我先拿这个吧。这个这个其实说实话，它其实挺难的，它是有分量在的，好不好？然后呢，我来做5个吧，好。然后呢，光光来复刻5个，好不好？这个真的还是有点分量的。OK， 5个，我了哈，来，你看人家这多标准，人回来的时候还控制一下，不像我噔的。确实，我觉得做动作得回来控制一下。你说下放还是什么？就是下放，一定是，其实就是包括练胸还是练，其实一定是要，就比如说你起来的时候，可以快，离心可以，还是我忘了是离心，反正离心然后下放的收缩是要慢的，对，下来的时候也要稍微慢一些，对，这可以更好的练到你的这个肌耐力。其实，而且其实如果想要变大就是你的历程要长。拉背的时候一定要长，然后包括这个也一定要长，包括你练胸的时候也一定要拉到最开，你的肌肉会撕得越大，那你这样子蛋白质就会进去的更多。所以你现在有就是严格划分，比如说今天练什么，明天练什么，就是一周有我其实没有，我其实主要还是我最主要的还是以
胸、肩、背为主，因为男生嘛啊。对。然后最后其实再一减脂，其实也就什么都没了。确实。然后就主要是把自己练得更加的挺拔一点，对，宽一些。很有成效。非常有成效，谢谢。哎呀，谢谢。来吧，那刚刚这个我出了题，该光光出题了。光光出一个吧。我出吗？我倒要看看，在我们家出什么难题啊？来吧，这个是这样。踩在这儿。这可以练二头。也可以练那个肩膀。那就一人做5次。行，那就是5次吧，就二头吧。其实我特别练二头，我觉得很累的一件事。我从来不练二头，我觉得好累啊。不练二头，就是我觉得一些就是练二头的人好辛苦啊。因为他们可能更加就是我，因为作为演员来说，你把二头三头练得过宽的话，你穿古装或者是，其实是会有点违和，有点违和。其实就把肩呢练饱满一些，上胸练饱满一些，然后上背练饱满一些就好了。可以，所以你看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规划和设定来健身啊，包括屏幕前的各位也是一样的。那刚刚这个健身局结束之后，我觉得好的生活方式除了要健身之外，我们要内外兼修。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养生局，好不好？好，来到我们家吧台，好吧？刚刚这个是健身场所，来我们家吧台啊。OK， 好。谁家好人家吧台，你看不调吗？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吧台还在装修啊，所以这个没凳儿。好，但咱们先简单聊一聊，好不好？刚刚呢分享过了我们的健身干货啊，但其实我们这个国医少年志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名场面，其实都跟中医相关嘛。那自己这一次的第2次录制感觉怎么样？就第2季了，这次跟上一次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第一次是更多的未知，第2次，因为第一次当你未知的时候，你一刹那间接触到一些新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去学习的，你都是有一些接受的过程，你会惊讶，才开始学习。然后第2次可能来的时候，就更多的是因为有2位新朋友，他们可能惊讶比较多一些，我们就直接就开始学，记。这样子。刚刚其实我也说了嘛，因为大家都夸我们光光是医学圣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这个驱蚊香包啊，好不好？这个要浅浅的考验一下我们光光在这个录节目当中有没有这个记忆对这些药材。然后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眼啊，先给屏幕前的各位来看一下。那在这9宫格当中啊，其中我们的这个驱蚊的香囊配方会用到5种药材。那我们就依次的把这5种装到我们香囊里面，好不好？看你能不能找得到。首先，第一个是艾叶，艾叶在这儿，艾叶，这是驱寒的，就很多你比如说在外面针灸啊，都会用艾叶变成艾叶绒放到针上面，或者一些热敏灸的时候会拿艾灸草那个艾灸棒，然后在上面在你的穴位上面隔个2-3厘米，然后在那熏。我还挺爱做艾灸的。艾灸它驱寒是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包括你的，其实有时候颈椎，因为你颈椎不好，导致你这个肌肉僵持，也可以用这个艾灸去熏你的这个肌肉，可以让你的肌肉放松。好，那我们就先把艾叶放进去。艾叶，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会把艾叶草放到门口。那个端午节不是会有那个驱邪是，而且艾灸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爱就是有我常伴着你。有点冷到是吗？你家空调开的好足啊，冷吗？好，来，我第一次听。所以艾灸可以有我常伴着你。艾福气常伴着你。谢谢。下一个紫苏叶。紫苏叶它就是烤肉里面会吃，你知道吗？是。牛蛙有紫苏牛蛙。对，它是一只温补的，对，它是补气，它是温补的。它没有那么强，它是温补，有一点味道，应该是。一点点的。它是因为风干之后会有清香。在没有风干那么浓烈的香，藿香是解暑嘛，就是藿香正气水里面那藿香。好，把藿香
会味。哦，啊，真的有那个藿香正气水那个味儿。好，下一个薄荷。薄荷解表的，解表也是散热、解表、解薄荷。好，那现在还剩最后香在哪？没学过这是什么？没事，咱有夸克，咱用夸克看一看，搜一下，搜一下。这是鸡血藤。对，它是那个化瘀的。我记得有一个城市鸡血藤，是吗？就是它做成有点像那个龟苓膏的那个东西。我不知道，但是鸡血藤是化湿的哦。有点。那我们先拍一下这个，看是不是去掉一个的话。现在我们的这个驱蚊香包还剩最后一个，有了，它是。图片中的内容是丁香，丁香是一种常见的香料，来源于丁香花的花蕊。它还挺香的。哦，这个挺香的。传统被用于缓解牙痛和消化不良。它有点像话梅的那种。缓解牙痛，你想一想，我们补牙的时候，它那个东西是不是跟这个味道有点像？里面应该就是有丁香。哦，补牙的时候，是就是你会觉得那个塞进去的那个。因为我小时候塞进去，小时候是不是牙虫啊？对，就拿那个棉花球，然后蘸点，然后给你填到那个抠里。对。哦，所以它可以有那个类似于活蟹啊。这个香包驱蚊啊，你看，果然看驱蚊的。驱蚊，驱蚊香包。好的，那屏幕前的各位，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一份现场制作的驱蚊香包给到大家。当然，在这里我们也提示一下啊，这些里面确实是有我们的药材，所以说还是要建议大家药材要谨遵医嘱，包括其实也不太适合孕妇跟婴幼儿，对不对？还是要听从医生的这个嘱咐。好。我给它填满一点，填满，稍后我们会送给大家啊。然后呢，包括这些对身体到底哪里好，也可以空空问我们的夸克，功效、用法、禁忌都可以说得明明白白。科学养生就问夸克，让我们共同开启舒服又健康的养生之旅。好了，好，做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定制礼盒当中送出去啊。有一个应援色的礼盒，还有特别多可爱的这个小星星。那我把星星都放进去吧。小星星，星星放在里面，然后在香包上面再放个。这上面也有个小狗啊，这儿有个小狗。哦，这有个小狗。这星星这还挺可爱的。挺可爱的，里面有4只。对，有4只。然后最中间是我们的驱蚊香包。驱蚊香包。哎呀，4只小星星。可以。然后把它这个放在这底下，把这个小花放在上面。然后我们可以盖起来之后贴几个贴纸。贴纸，先贴个蝴蝶。先贴个蝴蝶。都来夸克了，得贴个蝴蝶吧。好。再来贴个什么？再贴个这个。电影胶卷儿。当然，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任何问题，其实都可以在我们夸克当中进行一个深度的搜索啊，也许会给到大家意想不到的答案，也让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些乐趣和趣味。想要的朋友呢，大家稍后可以紧盯一下屏幕啊，因为马上我们会把这一份夏日的清爽礼盒送给大家。同样呢，我们的夏日养生局也把我们的礼盒作为了礼物，会送给屏幕前的各位。稍后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抽奖当中。好了，可以来签个名字。我签吗？好，可以把我们这一份 DIY 的亲签礼盒给大家展示一下。哎呀，来吧，充满阳光的一份夏日限定的清爽礼盒。好，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收获到它的会是谁啦。好，我先把它收好。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的第2轮福利又要送来了，1000份的惊喜好礼已经准备就绪，点击右下方的抽奖卡片就可以参与抽奖了，不需等待，马上开奖。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也不用担心错过活动，点击左下角的文件夹，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抽奖入口，还会有亲签、透卡套装、网盘、小说年度会员、现金红包等惊喜福利，一定要在我们的3个工作日内把个人信息填好，也许中奖的就是你。那接下来，既然说到了刚刚有很多自己出去玩的这个旅行 City Walk 的经验啊，包括其实光光自己也会分享一些旅途当中的美好的事物。那能不能分享一些这个自己之前有没有去到一些什么好玩的景点，或者是最近有没有去到哪里特别的地方？最近其实都是跟随着工作去啊，有去海南拍电影嘛，正好。我看你去沈阳，沈阳也有，因为正好是电影都在那，哇，特别香，特别香，太香了。然后是海南，然后去了那个，哎，中间的一个县，反正挺偏僻的。然后还有去了万宁，也是第一次去。那我其实平时都是喜欢就是这个 city walk， 算是我漫无目的的，其实在这个城市走，因为能看到这个城市。很多属于他自己的面貌和人文气息，包括路上面看到一些想吃的就直接进去了，代表着当地自己的一些美食特色。那出去玩当然一定要这个美出片了啊！现在呢，大家这个朋友圈越来越卷，都是越拍越好看。那听说我们，所以我就不发朋友圈了。对呀，现在就是越拍越好看，不发朋友圈。那咱们这样吧，今天咱们给大家一个神奇的道具，好不好？有了我们的这个 AI 生图功能之后，就可以让大家有更好的这个出片的素材。听说我们光光自己也制作了2段，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你制作的这个素材。这个就是用到的是我们的 AI 改图的模板哦。您瞅瞅，这不是一下素材就有了吗？这是格莱美特效的，对，但是我说这张照片是22年的，反正22年拍的，在四川大营县。你看看这肩膀现在比那个时候宽多了。那个时候也是正好在健身，然后健身的时候呢，健完身之后呢，去打个球，没打篮球，我的宣传，他说哎。那有个球场，有个篮球，你快拿着去拍几张照吧。然后拍这些照片，对，是。还有另外一个，这是去年了，去年参加那个少白的剧宣，穿的一身衣服，那天就是拍了我的人生中第一个这个100万点赞。哎呀，就是乔乐你也穿了白色入境，是宿命，生命加注定。可以，就是这个，都是有这个纪念意义的照片啊。所以说，你看这些照片，通过我们的这个方式，就可以瞬间变得与众不同。对，那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操作呢？在我们的这个首页当中，点击 AI 改图啊，点进去之后，你看第一排就是刚刚我们使用过的这些同款模板，再往下还有很多超好玩的创意小视频，大家都可以用我们的模板来解锁更多的惊喜。那其实呢，除了我们的这些模板之外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会遇到很多这个需要解锁和科普的这个生活的小物件。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这个解锁一下我们的美食，好不好？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美食，因为这是光光自己也会有时候下厨嘛，对吧？对，6个鸡蛋的这个蛋炒饭，对不对？记得很清楚。来吧，咱看看第一个是什么？黄瓜，这是黄瓜。有一个品种，这个荷兰有个品种黄瓜，不就叫那个夏之光？看一下夏之光黄瓜。好，下一个，这个知道吗？这是小傻瓜。哎，小傻瓜，搜一下，这真不知道这是。来看看，这个确实我也没见过，有点像。你点开它就说这是什么水果？那应该是个水果。水果。我看看它的答案跟我这个一不一样。这是一颗佛手瓜，佛手瓜是一种常见的蔬菜，也被称为合掌瓜。它外观独特，表面有明显的沟壑和凸起，形状 somewhat 类似于佛手。哎呀，还挺洋气啊，整这个中英文夹杂的。好，这是我们的佛手瓜。最后一个。这是一个小西瓜，拇指西瓜，它还可以当个凉拌菜啊？是吗？对，它是凉拌菜。我也没吃过，直接吃的。但是我看过，就是很多人他用那个凉拌菜来吃啊。
好，这是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追剧的部分啊。那如果大家日常当中有这个剧荒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夸克来搜索啊。比如说你们想看什么样的剧情，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夸克来搜索看啊。那可不嘛，我这边看剧可是一绝啊，想看什么都可以。我真的都是看什么，就反正想看的就是在夸克上搜都可以看，对，而且它还可以推荐你。对，比如说我看一下啊，帮我推荐悬疑反转类型的片子，我看他会给我推荐什么。哦，好快，你看，方正人，无论是这个以前的老片儿还是新片儿都有。他都有。这个我看过，知名 ID， 哦，知名 ID 您看过吗？没有，挺好看的，好看的。哇，他是讲的是有一个10个陌生人，不对，但是他其实都来自于一个人。他是一个人的精神分裂，不一样的。对，他其实是一个，对，挺好看的这个。哇，可以啊。好的，那看完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再聊一聊这个你最爱的话题啊。星星应该是在你在家里面，很治愈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很开心的一个部分，是非常开心。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些狗狗，你认不认识啊？边牧，它有个学名啊，它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名字。我问一下它不就是边牧吗？这不是？边牧是那样子的。你看看它是什么？是什么？哦，这是一只喜乐蒂牧羊犬。喜乐蒂牧羊犬是一种优雅且聪明的犬种，以很优雅、其美丽的长毛和温顺的性格而闻名。它们通常具有白色、黑色、棕色相间的毛色，面部和胸部多为白色，身体则带有深色的斑块。优雅，真是优雅。下一只阿拉斯加，没错。最后一只这个更优雅了，这个太优雅了，多端庄呀！这个太优雅，这放到家里我都不敢跟它聊天。好像贵妃啊，或者是西施是小狗，有点像西施的那种感觉，但它更优雅。你搜搜看，要不然很优雅，真的。而且它这个优雅是来自于骨子里的。图片中的动物是一只阿富汗猎犬，它还是猎犬，没错，但是长得非常的温顺，对，拥有长长的毛发和修长体型，这种犬种原产于阿富汗，最初被用于狩猎和放牧。那接下来我们要到了大家这个今天最后一个很期待的环节了啊！我们准备了一些表情包啊，犒劳一下各位，大家拼手速哦，来截图，我们依次来还原一下。来，第一张。看一下哦，我来准备哦。3、2、1。哎呀，这家伙可爱的，这个很俏皮。第二张，闭麦。这个我好像真的用过这个表情包。来，3、2、1。可以啊，闭麦。最后一个，问号，什么啊？什么啊？来，3、2、1。好的，谢谢，再次感谢光光的分享啊！当然，今天我们也分享了这么多好玩的这个，无论是美景、美食，还是健身，包括最后养生啊，还聊到了你最爱的这个星星。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的一天，又帮大家解锁了我们的第3轮的福利，就是我们的1000份惊喜好礼已经准备就绪了。大家呢一定要点击我们的抽奖卡片，就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亲签赢取当中，无需等待，马上开奖。点击左下角文件夹，同样可以快速进入到我们的抽奖入口。提示各位喽，3个工作日内把信息填好，也许中奖的就是你们。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太快了，这一转眼1个小时就过去了。这么快吗？ 1个小时过去了。所以怎么样？这个最后有没有什么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感受就是，因为其实认识夸克还蛮早的然后也是非常有幸能够在今年暑假，在今年这个夏天跟夸克合作，也是让我想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跟夸克在一块美好的回忆啊。也是希望夸克和我在今后的道路上都能够越走越长，越走越好。希望我们都能够彼此健康、快乐、幸福。也希望屏幕前的你们每一位都能够健康、快乐、平安、幸福。是的，所以说夸克呢，不光珍藏着我们的幸福和美好，在未来还可以帮助我们探寻更多的生活和美好。那再次感谢今天光光的到来，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期待这个综艺录制继续顺利。好，也辛苦哥了，辛苦你了，应该的，辛苦你，谢谢你家里以后
越来越大。下次来就整厕所了。对，下一次再来就有厕所了。拜拜，光光，拜拜，拜辛苦了。那今晚我们的直播呢，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提示各位，如果想要体验我们的 AI 相机的话，可以及时的参与到我们的搜索当中，点击右下方的弹窗卡片，进入到夏之光彩蛋的活动页面，点击拍照解锁，就可以获取实时答案。重点来了，每一次使用拍照搜图都可以 get 到一次抽奖机会，而且会有我们的精尖透卡套装、年度网盘以及小说会员，全部都在奖池当中了。那另外呢，也可以推荐大家在我们的夸克的官方微博把图片保存到相册，打开夸克，点击首页的 AI 相机入口，导入照片就可以搜索答案了。每一次搜索都可以赢取一次抽奖的机会，赶快行动起来了！今天呢，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夏之光直播，可以在线收看回放。再次感谢各位了，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与各位再见喽！谢谢各位，谢谢夸克，拜拜。